大家好，我是建哥啊，这个是我们的淘宝店负责装机的小哥帷幕啊，因为我们也是很久没有做装机的视频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希望把我们淘宝店一些装机的一些准备走线和一些测试的流程分享给大家，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装机中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这台机子啊，是个客户是他的第二台机子啊，第一台机子就很久远了，是18年3月的时候啊，当时还是在极客湾的时候购买的机子，然后过了整整的6年半啊，他总算他那台8400加10606G 的机子啊，估计觉得不太够用了啊，准备更换了一套12400F 加上4060钛的这个机子啊。这个客户还有一个小要求啊，说让我在他的这个机箱上面啊，给他签一个名啊。这个机箱是用的乔斯伯的Z10啊，一会儿我们搬上来。哎呀，这是还是第一次给人在机箱上签名啊，颇有点不好意思啊。本来我说我给你送一个这个海运的签名鼠标垫就行，他说不行，一定要在机箱上签名啊，这样每天开机的时候都能看得到啊。用户还是非常热情啊，我们就来开始装这台机子。像我们的所有的机子嘛，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装机表啊，可能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清，我们在这放一下啊。对，这台机子其实配置呢还是比较入门大众的啊。我们 CPU 选择的是140F 散片，目前价格应该是600左右吧啊，非常便宜的一个 CPU， 主要是确实对吧？英特尔13代、14代一堆问题，但是140F 可以说就是又便宜啊，又稳定，而且其实说实话，带这种4060钛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你要再往上的话，现在126KF 价格从900多已经涨到1000、1200，甚至还缺货了，就涨得太多了，比134F 贵就没有意思了。而且其实说实话，这种价位的机子，我觉得你上124。134或者116KF 或者 AMD 那些，其实对吧，也没有把这个钱花在显卡上来的更值当一点啊。主板就是我们店里面的算是老朋友了，就所谓的盖中黄 H610M-A。就其实这个板子它从供电方面，你去带116KF 这种100瓦出头的 U 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主要是对吧 H610芯片组的话，它内存的话只能3200，同时的话它的 PCIe 是3.0×4的啊，就是有点不爽嘛。就这个东西你带124，因为124它本身你上3.6的内存只能 G21，所以基本大家都是上3200的用。那你这样子 H610 3.2内存也无所谓，而且这种级别的东西你 PCIe 3.0、4.0固态用什么也无所谓啊。内存嘛，就是比较便宜的，对吧？微刚的、万紫千红的这种东西你说都 H610 主板了，你去纠结什么时序什么的，我觉得没有意义，对吧？便宜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固态的话就是西数的 SN580， 2TB 啊，肯定有人说，你这个主板只支持 PCIe 3.0，对不对啊？你上一个 PCIe 4.0的主板啊，巴拉巴拉。那现在那4.0跟3.0基本一个价嘛，对吧？就是之前的3.0的 SN570它也停产了，那上580嘛，就是也没有什么影响嘛。然后电源嘛是海运的啊，目前最低端入门的S12 500瓦的铜牌电源。因为我们店里面就除了那种核显的机子我们所有的配置全部都是用的海运电源最入门的就是这个了500瓦铜牌了。那再往上就是Focus 650瓦金牌，那 Focus 1000，还有再往上什么各种乱七八糟，还有那种什么特贵的3000多的那个型号我也记不得，我就知道那个跟个大板砖似的。然后机箱的话，乔斯伯 Z10 机箱，因为 Z10 机箱它其实有好种颜色，有拼色的怎么样，但是客户他可能他就喜欢白的，他不喜欢那个什么白的粉的，可能男生觉得接受不了白的粉的他就用这个正常颜色的。然后呢，317的话因为是全套白嘛，就是我们一般如果说是那种黑色机箱的话，我们就会用像雅骏的 B3 Pro 那种，但是你白色的机箱的话，还是用个白色的这个风扇就可以了。因为140F 哪怕你上到126KF 它也没有什么发热的，就是你基本上是个327去压都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就几十块钱选个白的好看点。显卡的话就是硬重的电竞叛客没有什么，就便宜，对吧？就便宜。电竞叛客再怎么盖它也是硬重的嘛，8加核心 AIC 的，就是售后方面不成问题。而且我觉得你像4060钛这种级别的显卡的话，它真的没有什么发热，就是你多花好多钱去买什么华硕的什么的，就是它性能上用不出什么区别。而且对于这种价位的机子来说，我觉得对吧，性能第一位的。你即使有钱想去在外观上面搞点，我觉得首要还是花在机箱上的，这钱可能那200块钱能更明显一点。你换个 ROG 多个几百块钱，我觉得就是用不出来。然后呢，
像我们的机子哈，它为什么要用 H10跟 M2K 呢？就是它这个主板它是预留了一个 MD2 的网卡口，对吧？我们可以就是比较便宜的买到这种AX201的这个网卡。这个网卡其实不算贵嘛，这个50-60块钱吧，50-60块钱，然后加上天线10块钱嘛。就是说，但是我们卖的话可能要卖的贵一点，因为这个网卡就是它运输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会，因为这个主板嘛，它没有那个顶部的那个 I/O 那边的一体式的，就它没有那个东西把它压住，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略微的存在松动，有的时候要客户搞不定，搞弄，所以它会带来一些增加一些售后风险。但是我觉得这 H201这个网卡其实是非常好的，反而是让华硕的一些就是华硕的一些低端的主板，它自带那个网卡，我印象中很多都是那种联发科的什么，就是我觉得不太好，我俗称掉线网卡，这样说的不尊人。所以我觉得那种网卡你还不如用这种，对吧？反而我不喜欢用那种华硕低端自带无线网卡的主板啊，就是自己买一个 AX201，对吧？稳如老狗，非常的好。然后最后的话啊，风扇，对吧？风扇的话，我们加了4把的这个雅骏的 S12W 这个风扇啊，那这个风扇就是积木风扇啊。当时我们装的时候讲到，这个风扇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说的地方，那我们就正常的我们开始装机。你看我们的装机是按照我们的流程啊。店铺新增机电散配件，ROG风神 XF120风扇，官方149元，我们只要79.9元。追风者 M25 PWM 风扇公包3把，只要49.9元，适合机箱散热用。海运 Focus V4新品上架，售后直接对接工厂，绝对靠谱。利民 TF7 硅脂只要9.9元包邮，雅骏 W15 3代硅脂19.9元，是工作室使用同款。猫头鹰风扇全型号全网低价，旗舰 A12X25 只要199元。外商方面 VK3 模键盘299到399元，ROG HyperX 欢迎咨询，还有 ROG 追风者瓦尔基里 VK、猫头鹰海运乔斯伯雅骏利民、银广、泰坦库里奥、大镰刀、九中风神等，受限于很多厂家有限价，具体问客服实际价格，非常优惠，欢迎来电潮玩国度数码选购。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配件正确啊，刚才我们应该都检查过了吧？啊，对，我们正好一个个按照流程，对吧？我们每拍一个序列号就会那个，我们就正常给你们模拟一下。那首先我们再检查一遍配件，序列号拍给客户，CPU 拍给客户 ，OK， 然后是主板的序列号拍给客户，然后内存是2根16G 吧？对，3200 16G 的，然后固态，对，2T 的 SM580 2T 的，好，然后是电源，然后呢，机箱序列号我们最后再拍，然后这个是散热器的，然后是显卡的4.60钛，显卡的4.60钛，然后是无线网卡在拍 AX201 是吧？放到这边一点的，现在想一想 AX201，然后4个风扇就不拍了，因为风扇也没有序列号，怎么拿机箱？所以把机箱拿。机箱啊，乔斯伯 Z20， 看一下是白色的吧？白色的。好，那我们装机，我们先把机箱取出来，机箱的配件盒。这里说一个细节啊，其实你看我们就装机就比较喜欢这种，它是用珍珠棉的机箱，因为有的那个机箱的那个泡沫，哎呦，拆出来的时候就感觉要烂了。然后也是建议大家拆机箱的时候嘛，尽量采取这样倒出来的方式。有的时候你从里面拿还不好拿，OK， 机箱先放在旁边，2根 WiFi 的天线，安装 CPU。OK， 盖子放在旁边，安装内存。
对吧？华硕的主板啊，就是至少这块大部分这种有螺丝的 MDR 螺丝的，它螺丝都事先不上的，啊，但是我们一般都把它上好，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装机的时候不上的话，等到你真的想要加硬盘的时候，这个螺丝你90%已经找不着了，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对吧？客户给它装好。H10主板的话，上面这根是 PCIe 3.0/4，下面一根是 PCIe 3.0/2，就下面的这根实际上速度应该是20G 的速度啊，但是也足够用了。可以，然后呢，安装这个无线网卡啊，把2根螺丝一固定。对吧？你看，那这样固定好就可以了啊。这种无线网卡是比较方便的，但是这样安装的话，它只有英特尔平台的可以这样安装，说 AX201这种，因为它把一部分的无线网卡的东西它放在了 CPU 里面。你要像 AMD 平台的话，它如果是有这个接口的话，它这边就只能装 AX200和 AX210。哎，你看利明的这个散热器里面还给的是 TF4的硅脂啊，我们店里面9块9包邮的都是给的 TF7。啊，当然，说实话，对114F 这种 CPU 讲的难听点，你不上硅脂都可以，所以说不用太过纠结。安装散热器的底座，然后安装好扣具。OK， 然后安装散热器啊，这个一定要撕啊，一定要撕啊！你可以不涂硅脂，但你这个膜一定要撕掉。就是安装这种散热器的扣具的时候，就是不要一下把一个螺丝拧到底，就是两边同时一点一点拧。哦，另外的 H610M-A 这个主板，它虽然是 H610啊，但它居然给了3组5伏的 ARGB 接口。OK， 其实这个主板就算安装完成了，机箱哦，然后我们安装进机箱。先把它的侧板把它取掉，机箱侧板取下。大家注意，这种拆这种有玻璃侧板机箱啊，就一定把机箱放平了再取玻璃，千万不要机箱立着的时候，这样很容易就手一滑，然后机箱啪啦摔地上啊，摔碎了。好，机箱先把电了。啊，这个机箱别看着小，但是就是安装的时候就要稍微费劲一点。就是要先把这个遮羞的这一块板子，就遮线的、遮羞的，把它拆下来。小智波410这个机箱300多吧，说便宜也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但是你看很多的细节方面，比如说你看它这边都给你留了捆扎线的地方，你看，甚至你看。这个，如果你装这台机子没装水暖，就如果说你要装水的话，你看这个水冷都可以单独支架抽出来，电源单独的，所以要有个电源架。因为这个机箱它是主板，它没有 C 口的，就是纯 C 口的那个东西，实际的 C 口，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捆起来。就是省得避免碰到了短路了什么的。安装一下这个机箱的铜柱啊，因为可能然后安装这个机箱的挡板啊，这个是新手安装机的时候比较容易漏的一步。注意啊，就是因为这个机箱，因为我们加了无线网卡，所以要把无线网卡这预留位置的2个金属片面把它捅掉。
啊，要不然你到时候当时没捅的话，你装机时候你就得硬插一捅啊，就不太好，就不能把硬捅破。OK， 机箱主板安装好了啊，然后把主板的固定螺丝然后是安装电源嘛，然后把这个螺丝收好啊，放在这个里面啊，万一它以后要加东西。2根 WiFi 天线也放进去，哎，插进去。然后把几根音频线啊、开机键啊都弄好。那这边的话，这边你看乔兹伯机箱虽然便宜啊，但是它这几个地方都给了捆这些线的。但是因为一会儿这边要加风扇，所以我们一会儿要跟风扇线捆一起，所以这边线我们就先不捆起来。哎，海运的铜牌电源就没有给那个海运的小铁牌是吧？哎，就不太好。不好电源。把线先绑上。OK， 然后这个下次又线上。各种这个机箱如果说你要装水冷的话，那电源就得往下了啊。所以说，如果你装了机箱，如果装了水冷的话，你的那个显卡又比较长的话，就有可能对吧？就要考虑到这个电源跟显卡的冲突。对，4个位置这边呢，4个位置电源装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机箱你要上水冷，又要装那种3伏上显卡的话，那基本上就你只能选择海运 Focus 这种14厘米的。哎呦，这个线穿歪了，哎呀，小失误没关系。OK， 差不多，要了啊。填吧。OK 啊，这线一会儿我们再统一把它剪掉。然后是装什么 ？CPU， 这个装主板的24pin。主板24pin，主板的供电线掏出来啊，外面转一圈。然后把机箱上的 USB 4.0的线，哎，插上去，哎，这样这2根线一弄啊，因为现在基本上 SATA 的东西用的很少，所以一般电脑其实也就是 CPU 供电、主板供电，再插个显卡供电，基本上也就没了。哎，你看捆这个电源这些黑黑的又黑又长的这些线啊，我们也不用机箱给的这个短短细细的小白扎带了啊，都换成这种黑黑粗粗的扎带了。你看到雅骏之前的风扇是什么样的呢？它是这种的，之前的是这种积木扇。它以前的积木扇有个什么好呢？你看卡得非常紧啊，因为以前它你看它两边对吧，都是有这个卡扣的，卡得很紧。但它现在的好像只有单面卡扣了，所以你看其实卡完以后有点松。而且以前的扇子它是给了就是连接2个风扇之间的线，但它现在也不给这个线了，这所有线全是接主板的，哎，就不太好。
所以为什么肯定有人说啊，你这个机箱为什么你只上了4个机箱风扇不上5个？哎，就是因为你要上5个的话，它连的 CPU 风扇你就得有4个无负压机臂了，就不划算了啊！算了，就最后一个风扇就没上了。机箱的话，这上面2个是用的正液的，下面2个是反液的，就它们的风扇的这个方向出风方向是不一样的，就是为了美观嘛。OK， 看一下，对吧？反液2个风扇装好就这样，就是它的龙骨是朝下，但它风是往上吹的，就是反液风扇。正液的话，风向就相反的。然后是安装2个正液的风扇。这2个风扇先安装在这个支架上，就相对安装的话就会方便一些。就说特别是如果是你安装水冷的话，这种水冷的支架可以从机箱里取出来的话，就会安装的话就会方便很多。OK， 顶部的风扇把它安装进机箱。好了，这个理线的过程啊，我们省略。然后呢，看我们花点时间啊，把这个线理啊，先从这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线理就还差一个显卡没有装啊。然后呢，这个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还是比较清爽的。然后我们切到顶机位啊，可以看到它这边正好，它这边显卡的这些就底下的这些东西啊，线都捆好了，正好有一个风扇跟 I/O 挡板都一起啊。然后我们安装显卡。这边吐槽一个，有没有发现这个标志跟那个 OBS 标志似的，也不懂为什么。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你看像这个机箱，如果你显卡特别大的话，你甚至可以把这2个给拆掉，这样显卡就直接这样竖的可以插进去了，就不用那样斜的在那啊找准角度啊，然后再插进去啊，那个就很费劲。当然这种双风扇显卡无所谓，随便怎么插，对吧？空间很大，进去随便倒。哦，然后把那个 DP 跟 HDMI 这个显卡塞子把主板上的给塞好，然后插好显卡的供电。然后把显卡这根线，显卡这根线把它弄一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盖板啊，把它盖住。OK， 那这整个的这个机子啊，就算是完成了。然后呢，它其实你上面的话，它机箱的配件里面其实给了把手的，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把它安装。然后我们就进行安装系统。我们跟海运也达成了长期合作。那海运最近新推出了 Focus 的 V4 版本啊，首先是将背面的这个 MOS 管移到了 PCB 正面，减少的热机具。接着 MOS 管垂直安装于内置小卡上，使用导热硅脂提高热传导率。最后将 MOS 封装直接贴合 PCB， 充分利用了铜铝散热能力，将热量迅速带走。啊，白色版本的接口电源线也是全部是白色了，非常的好看。店铺下单可以4条优惠啊，还可以送我签名的海运鼠标垫。但你要是陈真签名的，下次我也可以找他签一点。其实刚才我们漏掉了一步，就是其实上我们因为 H610-A 主板嘛，它是没有
debug 灯的，但是我们一般就会加个蜂鸣器，这样方便客户有的时候判断啊是不是一般越多就是卡内存嘛。我们现在开机，就是刚开机的时候风扇是满转速在转，应该在自检，应该听到滴的一声啊，那就是进去了。这是我们看屏幕应该，对它应该就会亮了。能看到这个华硕的页面。对，就应该先要刷 BIOS 吧？对，就是因为这个主板它出厂到现在，它肯定经历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先要进 BIOS 把 BIOS 刷到最新。目前你看出厂的 BIOS 还是23年9月的 BIOS。我们先要更新 BIOS， 看老的还是2801，现在都已经出到3403了。当然我不知道，我没仔细去研究 H620-A 是不是也搞什么 Intel Default Setting 啊？当然这东西对这种124.0F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然后呢 ，BIOS 更新完了3403，先进去。然后呢，把 BIOS 调成简体中文。它还真有什么 Intel Default Setting。然后呢，这些内存改成 GL1 1:1，那3200也没什么这个。然后这边还调了什么？其他没什么，正常。OK， 其实刚才我们还花点时间折腾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完了以后，这个风扇噪音特别大。也就还在 BIOS 里面调半天，那正常来说不应该去 BIOS 里调，结果什么情况啊？就是它这个风扇给的这个四针线有根针有点歪了，所以可能那根针就接触不好，所以它可能没有认到这个风速吧，所以它下面两个风扇就在满转速，呜，特别吵啊。所以接它就好。对，所以这个也就是很多时候不太高兴接太多这种转接线什么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线材的时候出点问题，也挺麻烦的。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系统进行正常装机了这个装系统过程我们还专门有个视频去看就行了这块我们就直接跳过，完了以后我们直接进入到烤机的测试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个配置单装好系统，再跑测试，正好来一遍遍检查第一个是检查配件正确，当时我们已经一个个对个了，然后是装机走线查一下，包括背面。没什么问题，切换一下输入法因为正常装的话，它是装中文的，很多人打游戏就会出来已经切好了，对，切成了切它英文的，浏览器看看 Chrome 有没有安装安装 Chrome 了 ，Chrome 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好了，内存频率当然这台机子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怕有的要开 X3P 的机子。对，3200好多人说这个为什么1.6就是因为两个双通道。不，它是反正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反正你乘2就对了。然后我们现在再来检查硬盘分区，这个客户好像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就分了一个系统盘500个 G， 另外一个盘剩下分了一个盘硬盘分区。对，没什么问题。然后检查一下驱动我们看一下设备管理器 ，OK， 没有感叹号，显卡驱动什么 OK 都打上了。然后我们检查一下264的全烤温度，刚才放在哪了？屏幕这应该是单烤的，全烤，4项全烤，全烤3.4个 G， 然后呢，功耗是65瓦，温度50度很低没什么问题。4.G 也跑满了没什么问题。然后下一张图下一张图单烤的话温度会高，功耗会高一点，大概到80瓦，也没有什么问题。温度其实也很低，60度的温度 OK， 全烤的温度和FMAC温度都没有问题。264的全烤跟 FPU 都没有问题。然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FMAC 的，这个我们当然还要进行要跑满时间。
显卡的温度，核心温度67度，热点温度78度，显卡跑满了，没有问题。然后功耗是160瓦 ，OK 也没有问题的，也没有什么报错什么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运行时候的声音现在就属于满载的听一听，没有什么异响啊，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是需要测试前音频接口。哎呦，前音频接口还被这玩意占着。先测后面吧。对，我们先测一下后面后音频接口插进去，然后呢，听一下有没有声音。OK， 有声音的，两个都听一下。OK， 都是有声音的啊。这个后音频接口、前音频接口，一会儿等孵化烤完我们再试一下。然后要测试机箱前板 USB， 没问题的。这个在用吗？现在前面就是插在前面的。但是 Type C 用不了。螺丝上全，主要是显卡的，显卡螺丝。这个都是全的，全的没问题。3风扇显卡，这个是2风扇的，不用拆，对吧？打包前，对吧？我们就在这核实一下，对吧？主要是电源线别忘了，电源线、天线、2个天线、配件盒，别的其他的也就没有了。OK， 没问题啊。签字，因为对吧，就签我名字。然后最后这个客户记得说他要在机箱上给他签一个，对，我们想了想就给他签在机箱的这边吧，对吧？这块板子哪天他要不要了啊，对吧？也可以再换一个没签名的。OK， 搞定啊，那就是完成了啊这台机子的一个测试啊。就是我们很久没有向大家做这种装机展示我们的装机流程的啊。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装机还算负责，还算可以的话，也欢迎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来选购啊。除了整机的话我们会对一些机电上的配件和一些硬盘也有销售。那希望大家如果觉得想购买的话，不妨来我们这看一看。今天到这里，大家拜拜。